现在视频生成里边最火的模型是什么？当然是混元。那在混元里边，我们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当然是没有图生视频的模型。那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图生视频的混元模型。那么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那为什么这么讲？虽然呢，我们在之前也有很多的变相的图生视频的混元模型，其实那种一致性的保持呢是有点差强人意的啊，所以说呢，我们一直也在寻求更多更好的方法。那么最近呢出了一个技术啊，叫做 Leap Fusion 那这个技术呢其实呢是一个 LoRa 所以说这个思路非常的清奇。我们很难想象在保持一致性人物的时候呢，它会用到一个 LoRa。当然我们说 LoRa 去保持一致性的人物呢，这个本身并没有什么，但是呢，我们说的训练的 LoRa 只能保持一个人物的，但是这个呢是可以将一个图像的基本的构图人物的细节给它转移到视频当中，所以说这个就有点意思了。那下边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效果。这儿呢，我上传了一张图像。这个是我之前用这个 Flux 生成的一张图片，这个图片用到的提示词呢是一个美女呢在给你讲解一个东西，当然我主要是为了做封面的时候用到了这样一个提示词。那这个女孩呢非常的漂亮，那人物的这种特点呢也非常的突出，而且呢我们将这个皮肤的塑料质感呢也给它去掉了。那我们来看生成的这个视频，再看一下。这个动作呢是非常流畅的，人物的这种细节保持的也是非常棒的，会有一些问题。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大家可能也能看出来，就是它色彩方面呢会有一些差距啊。我把它放到一起，大家看一下。大家注意啊，这个呢稍微有点发白，那也就是它从色彩的饱和度来讲呢会有一些降低。当然你也可以认为是它在对比度上有一些降低，因为从视觉上来讲呢，我们很难分析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色彩参数产生了变化，往往是一个共同作用的结果。那我们要是从视觉上来说呢，就是它色彩呢其实有点变得浅了一些，很明显，对吧？但是人物的一致性这个本身没有问题。当然为了防止大家说我这个挂羊头卖狗肉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模型呢的确是混元，这个没有问题啊。所以说呢这个技术就非常神奇了。当然这只是我们从感官上的一个认知，要具体的用它呢还是有一些细节的，这个细节决定成败，对吧？基本的技法大家都会啊，那一些细节的问题呢还是我们需要重点去给大家讲的。当然呢不要着急，我们还是从这个技术本身开始说起。这个技术其实出来的时间比较长了啊，当然呢它在2天之前做了一个更新。这2周之前出的这个模型呢是一个 320P 的，大家注意啊，就是这个 V1 版本 320P 的，看不太清楚是吧？我把它翻译一下啊。所以说呢 V1 版呢主要是一个叫低分辨率的模型，那 V2 版当然就是一个高分辨率的模型。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它这儿呢有一个基本的命令。当然这个主要是它对混元的代码库呢做了一些修正，然后呢你可以用它的这个去跑。如果你用这个库在 ComfyUI 里边是没有办法去用的啊。那我们看它整个视频的效果都还是非常棒的。看这个都非常的不错，人物的一致性呢保持的也是非常让人满意的。这个图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啊，那我们来看一下。看人物的表情，看这个女孩的一个对话啊，把这种故事的冲突性演绎的淋漓尽致啊。这是 V2 版本的 ，V1 版本我们就不用看了，因为这个分辨率比较低嘛啊，所以说呢我们不可能去用它。那下边呢我们看这个版本叫 544P 啊，那 544P 是一个什么样的分辨率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960乘544。其实应该是960乘540啊，但是在 ComfyUI 当中呢，540这个分辨率我们很难调出来，大家可能都知道啊，所以说应该是544。而这个 320P 呢，其实就是512乘以320啊，其实都是16:9的这样一个尺寸。那如果你想用它的话呢，可以把它通过这儿呢给它下载下来啊。那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它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什么？是一个 LoRa， 这个就非常有意思。那如果你在 ComfyUI 里边去用的话呢，我们需要用到 K 神的这个扩展。那大家都知道啊，那混元作为基本的实现呢有2种，第一个就是 K 神的这个版本，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原生的版本。原生的版本速度会很快，但是呢它的能力呢就基本的就是一个
混元的视频生成的能力，没有额外的一些技术加进来。但是在 K 神这个版本里边的话呢，就会有这个enhance 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视频加强，包括 FETA 的技术包括 STJ 的技术。它的缺点是什么？当然就是我们比较有共识的那个速度比较慢不是一般的慢，对吧？这个没有办法但是我们演示这个技术的时候，就只能用这个库不能用原生的。那大家如果去看这个的话在它的主要的版本更新信息里边，我们其实看不到这样的信息，但是在它的提交的这个更新里边，大家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大家注意在这个 example overflow 里边，这个更新信息里边写到了update 混元 LeapFusion IMG to VID， 那就是说它这儿呢已经有了工作流，那当然我们就可以去用了。那这个工作流呢，当然你要用的话呢，只需要把它拖拽到你的 ConfigUI 里边就可以，前提当然是需要将这个 K 神的扩展呢给它更新到最新版，然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工作流了。那下边呢我们就看这个工作流，这个就是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个跑起来很慢所以说我没有办法线上给大家跑。那我只能说一下我现在一个基本的运行情况。那么我现在的显存呢是4070 TS 16G， 那这个显卡呢应该是一个中高端的显卡，但是呢如果我跑33帧或者是49帧，这个时间就特别长，基本是接受不了的。所以说我现在能给大家演示的就是25帧，大家可以根据你的显存情况和我的显存情况的一个对比而来调整你这个质量。另外的话，即便你是25帧，那么速度也会很慢。那这里边的话呢，我也用到了一些加速技术大家注意在整个后边这块其实都是 K 神的这个示例工作流，没什么特殊的。所以说呢，我把能加的加速技术呢就全部给它加上去了。那这里边都包含什么呢？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工作流的关键点。先看模型的部分，那模型的部分呢，我首先呢用的是这个 HYMG to VID 544P 的这个 LoRa， 那这个 LoRa 就是我们从这儿下载的这个你可以把它改个名字，放的位置当然就是我们的 LoRa 文件夹里边。强度呢我给的是 1.0， 然后呢我在这儿用了 Fast Video 大家应该也清楚就是号称6步就可以生成质量比较好的这个视频，它这儿呢也有一些示例。当然如果我们去用的话呢，它既可以下载那个模型，也可以下载一个 LoRa， 而我现在呢其实就是用的这个 LoRa， 这个我在之前的视频里给大家详细讲过，如果你不是特别清楚的话可以去看。那所以说呢，我这儿用了一个这个加速模型，大家注意我这儿用的是12步，当然你可以用6步我没有去试过，因为我觉得6步还是有点太小了因为属于它宣称的临界值，所有的论文里边宣称的那个值就是标榜的那个值，其实呢应该是效果最低的那个，因为它体现的是速度快嘛，所以说呢那个步数是写的最低的。我觉得呢10到12步可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另外的话呢，就是我这儿用了 T-Cache， 这个 T-Cache 技术在这个里边去用的话呢，是不能用我们之前给大家讲到的那种模型对接的方式，就是2个模型可以接在一块儿。比方说呢，你可以用一个我们之前说过的 T-Cache 技术比方说这个也是混元的。你注意这个 K 神里边这个 model 和这个 model 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要硬连它是连不上的。你注意说白了就是数据类型不一样。那么大家如果做编程应该都知道数据都有数据类型，那我们都知道这个 model 呢应该和我们传统的 diffusion model 还是不一样的，它属于 K 神再封装的一个版本，所以说 K 神的整个的这种生态体系它变成了一个封闭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当然也是一个坏事一个双刃剑，对吧？那么大家可能都知道，由于那个本土支持混元之后呢，K 神有一段时间是停止更新了混元的整个的这个仓库，我觉得它有很大的被刺的这个感觉但是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的这些节点其实没有办法和我们的这个混元的原生生态去对接，所以说也就导致了那么2种技术不能互相的去促进，
那智能呢是由官方研发了一套新的，完全来替代它整个生成的流程，也使它面临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就像我现在我必须要用到它，那我才会使用它。如果可能，我肯定会使用那个原生的那个版本，因为速度的确要快很多，对不对？当然这属于题外话，那我们还是说现在这个你只能用它本身自带的这个 Tcache 的功能连到我们这个 Tcache argument 这个输入项里边才能够去使用。另外呢，这是一个叫图生视频的版本嘛，所以说我们需要有一张图片，这个图片呢需要 resize 一下就是重置一下大小。为什么这么讲？大家注意这个版本是一个 544P 的 LoRa， 所以说对分辨率的要求呢是比较严格的。如果你使用别的分辨率呢，它出来的效果可能没有那么好。所以说呢，我们需要把它设置成一个960×544，只能是这个分辨率。大家注意不要设成544×960，就是竖版的那个是不行的。那大家做测试的话呢，尽量都是横版的所以说把它 resize 之后，然后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混元的 encode 把它编码到我们的潜空间里边，然后呢再给到我们的采样器，就是这么一个流程。那另外这个提示词大家可以自己写，或者是用你的提示词生成器来生成，这个并不是特别的重要我们重点只要把它的动作说清楚就可以。你可以留空，这个都没有问题，只不过就是后边的动作呢它会变得不可控。别的呢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们简单过一遍，像 VE 的部分、编码器的部分，还有解码器的部分。解码的时候大家把这个 tiling 全部打开，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好一些。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由于是25帧，那我生成的这个图像的话呢就变得动作不那么多因为它毕竟帧数有限。所以说呢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让整个的视频变得更好呢你可以继续的用这个的最后一帧来作为原始图像，然后继续来生成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我生成第二个视频的一个工作流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我把这个图片给它换了一个，换成了我第一次生成的那个视频，这是我第一次生成的。然后呢我略过了20帧，取了最后一帧。因为呢你注意虽然你这儿说是25帧，但是真正你去看生成的这个视频只有21帧，所以说呢我这是略过20帧，那取1帧，所以说呢我取到的是最后一帧，后边完全一样。大家看一下，这是最后一帧的图片。那么同样的问题就是这个饱和度呢又会再次降低。那以此类推，我们可以生成 N 多的这样的视频，然后呢我们会把它连在一块儿。那我们看一下最后一版生成的这个效果，大家看一下这是 N 次之后老是取最后一帧嘛。大家注意最后这个图片呢质量已经非常的差了所以说呢会导致你生成的这个视频动作虽然保持的不错但是这个视频的对比度或者饱和度呢已经完全不够用了。那最后呢我们需要把这几个视频给它接起来，需要有一些辅助的处理手法那这个怎么去做呢？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视频生成之后呢，我把上面做了一个编组，然后把它给禁掉了，然后下边我做了这样一个事情，我把前边生成的这几个视频，大家注意这几个4个，一个大概用800多秒你可以想象多长时间。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你这样去对比，你可能非常清楚的能看到这个对比度或者叫饱和度在不断的降低，质量在不断的变差。那我也去深究了一下这个原因不单单是因为我用了 fast value， 它本身那个 LoRa 它就会使这个生成的这个饱和度或叫对比度呢在不断的降低，所以说这属于这个技术本身的一个缺陷那这个怎么去处理呢？大家注意我是这样去做的。首先呢我用了一个叫make image batch， 也就是我把这几个呢给它做成同样的一个 batch， 就是一个批次，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视频。当然你变成一个视频，你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们几个不协调嘛，对吧？色彩不统一。所以说呢我们这儿用了这样的一个技术叫 color match， 这个属于KJ Node 就是 K 神的另外一个扩展库的一个节点。
这个扩展库大家应该都装着呢，所以说这儿我就不细说了。所以说呢，我这儿也就是做了一个色彩的修正，也就是我们根据最原始的这张图片来作为参考图，然后对里边的每一张图片来做了一下色彩的修正 ，color match 就是色彩匹配，用这个去匹配这个原始的图片。这样的话呢，我们再把它完全的给它生成出来。那这个人物的色彩呢，基本上没有问题的。但是还有一些问题，大家注意这个背景，由于背景是一个纯色的，所以说呢没有细节啊，那么你会发现它会有一些这个叫斑点出现。那么这个也是仅仅用色彩匹配这种形式它带来的一个问题。但是呢问题不大，如果你这个背景不是一个纯色的，那么我们得到的效果呢会好很多。那么我们在各个视频进行切换的时候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明显，对吧？那这是我们最简单的一个处理手法，也是最有效的一个处理手法。那经过这样处理之后呢，你就会得到一个比较长的视频。不管怎么讲，我觉得这个模型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去记录和学习的一个模型，大家有时间呢一定要尝试一下。好，今天呢我们就聊这么多，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